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的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好，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伦好，各位朋友好，以及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一伦好，大家好。好，大家很关心说，现在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角力战，好，似乎川普2.0已经被摸到了一些脉络吗？好，川普最在意什么？一轮也感觉出来，他最在意的就是一个字。钱，好，钱在哪里呢？当然就在股市里嘛。好，所以现在《华尔街日报》也说，习近平压住美国，无法承受美中长期贸易冲突哦，所以中方坚持立场，相信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将会重创市场，而且可能会崩溃，所以迫使川普在本月底就会进行川习会的谈判。也就是说呢，他们赌川普难忍股市大跌，所以一定会有一个方式来进行谈判，也就是找到了美方的弱点。好，我们看到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说，我们的这个谈判是因为我们正在做对美国经济有利的事情。好，所以到底月底会不会谈判呢？真的大家都很期待哦，看看两方之间又会擦出什么火花。好，不过要看到了，贝森特最近也呛瞎李成钢哦，说之前展开的4轮正式贸易谈判，其实双方都有尊重的态度，但是他说李成钢非常不尊重人，因为他不请自来的到华府，说美国如果针对停靠美国港口的中国船舶征收港口费，李成钢就讲说会造成全球的混乱。好，那当然，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也是有开呛，他是呼吁了美国要停止极限施压他说关税战、贸易战打不得，也不会有赢家，中方不愿打，但绝对不会坐视自身权益遭到损害，所以国际经贸规则跟多边的贸易体制这样子下来就会受到破坏。好，我们就讲到月底的川习有可能会见面但现在还是看得扑朔迷离。但是呢，我们要先看到川普在这个 APEC 上面的行程前后是怎么做的。好，美国财长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变成外交部长，他曝露川普亚洲行的计划是要先访问日本，再前往南韩参加的是 APEC 领袖峰会。那他现在也预期川普还是会跟习近平见面。好，那川普现在也宣布说美中陷入了贸易战。好，那财长就是贝森特提说要延长休兵来换稀土的管制。好，我们先来听听看川普对贸易战这件事情怎么说。If you can't come to an agreement or a deal at that meeting, are we in for a sustained trade war with China? Well, you're in one now. Look, we have 100% tariff. If we didn't have tariffs, we would be exposed as being a nothing, and they've allowed us to be $37 trillion in debt, et cetera, et cetera. Tariffs are a very important tool for our defense, for our national security. If we don't have tariffs, we're not going to have national security. 好，所以关税战对于川普来说相当重要。他说，如果我们没有了关税，就会暴露出什么都不是也算是讲了大白话。好，所以贝森特也说，我们是否可能以延长关税休战的期限作为交换？他说有可能，但所有的这些都将在未来几周之内进行谈判。好，看来美国还是从从容容胜券在握，但是恐怕中国大陆其实还有更多的招数。好，看到了中国大陆是控制了稀土出口管制作为战略反制的手段。好，首次建立具有长臂管辖效力的全球稀土管控体系，要反击美国的晶片封锁。好，正式把美中的科技战变成是一个双向对打。好，所以大家也在关注说，美中两国到底谁比较有筹码呢？好，那再看到的是美国企业到了中国大陆，也就是库克。苹果公司 CEO 库克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工信部的部长李乐成，而且承诺会继续在中国这边投资，但是没有提及投资的规模。好，所以李乐成也说其实中国非常的乐见苹果继续的开拓中国大陆的市场，好，跟国内供应商来共同成长，也会持续的为包含苹果在内的外资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
营商环境。好，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大家也在关注的是这个马斯克因为马斯克他最近有一个 AI 旗下的叫巨印计划将带来一个深远的影响。好，大家说这个巨印其实取名上面还蛮有特别蛮有寓意的。巨印跟微软，大家有发现吗？这个巨印啊跟微软之间就是倒过来的意思所以它完全这个巨印就是剑指微软。那他们说了，要这个创建一间除了直接生产实体产品之外什么都能做，但也能间接的做到这一点的公司就像苹果让其他公司代工生产手机一样。好，所以呢，这个马斯克在对于中国大陆这边的市场或是代工部分其实也有一些布局跟盘算。好，但问题是美国企业他们现在在美中两大的角力之下其实也蛮为难的好，你看夹在贸易战之间美企平衡术真的非常难拿捏。很担心表现太轻中可能会激怒白宫。如果跟美国太接近的话，这中国市场恐怕也会失去啊。所以路透社就说这个美国企业担心，如果表现得太过于亲中亲华，就会激怒到白宫。但是也在努力避免在北京的面前显得不真诚，因为他们已经承诺要立足中国，服务中国。好，当然嘛，这个川普自己是商人，应该最清楚但是换个位置换了脑袋，他现在是美国的总统所以他现在想的跟过去他当商人又是不一样的。好，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个《华尔街日报》说，其实习近平笃定的就是川普难忍股市大跌啊，所以是不是真的算找到了川普的弱点呢？我们先问邱毅教授。我们先从中美两个谈判团队来看，川普过去有非常丰富的谈判的经验，但是毕竟他主要是娱乐事业跟房地产的谈判经验，跟这一种世界两强之间的大国博弈仍然有所差别。所以在整个谈判团队的角色扮演里面，我认为出了一些问题。刚才一轮特别有提到一件事，贝森特在呛中国大陆的谈判的李成钢，说他太凶了，太冲了。贝森特完全不了解中国的谈判团队里面三个人的角色扮演嘛。李成钢是商务部的副部长，李成钢在德国就是学国际谈判的，所以李成钢扮演的就是黑脸的角色，他就透过冲来冲出对方的矛盾，透过冲来看看有没有可以突破的破口。那为什么他认为冲有用呢？因为他知道美国的三个人里面各怀鬼胎，谁也不服谁。格里尔是莱特希泽的大弟子他跟着莱特希泽，在川普第一次担任总统的时候，他就负责了中美的谈判，也负责了北美、加拿大、墨西哥跟美国之间的谈判。他认为谈判他最懂。可是问题是，谈判这个团队的头不是他，头是贝森特可是贝森特跟卢特尼克之间又有矛盾，两个都在争宠。所以大家大概知道这几天有一个消息出来，不是说这个川普很生气，他觉得卢特尼克有瞒着他，所以他觉得隐瞒了某些重要的信息，而造成谈判上的失利。而基本上是谁跟川普告了这个密呢？我得到的消息就是贝森特。所以整个美国的谈判团队里面三个人谁也不服谁，不像中国大陆的谈判队伍里面，李成钢负责冲做黑脸，然后谁做刹车皮？王文涛做刹车皮，然后何立峰在两个黑脸白脸之间，他才取一个可以妥协的平衡点。而这一个从在瑞士日内瓦一路下来到西班牙的马德里，然后到这一次可能在韩国庆州要做谈判，他们三个人的默契，我认为是越来越好。那现在两者谈判之间有4个优劣势非常的明显。第一个也是一轮刚才讲的，时间的
掌握不在美国的身上，时间拖得越久，对美国越不利。打个比方好了，那一个美国中西部农业州的那些大豆啊，再不赶快谈拢，这个大豆就烂了。银行的贷款就付不出来了，就要发生金融暴雷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美国经济的体质现在比较差，内部本来就存在问题，所以这个关税战、贸易战很容易激化出美国的经济的危机，通货膨胀、失业，合起来叫停滞膨胀。3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已经点出这个问题了。第三个呢，就是中国所掌握的筹码，那要比美国要多了。不是除了稀土，还有锂电池，另外还有这个大豆、有高粱等等，都是中国握在手里头的筹码。好，最后一个，2个国家的体制不一样啊。美国毕竟是民主体制，所以一有不满，媒体就骂，在野党就骂，国会就制衡。所以在整个谈判队伍上面，不但要顾及上面川普的命令，还要顾及到舆论对他们的看法。那中国不一样啊，中国的体制上几乎很少看到反对这个谈判队伍的声音，所以谈判队伍跟他们的头习近平基本上可以按照他们的想法，在不受干扰、在交易成本很低的情况之下，进行有效率的谈判。好，我们再请教的是永明老师。现在中美之间的经济、科技的竞争对抗，其实就回到2021年杨洁篪跟布林肯讲的那句话：中国不吃这一套。那个是从17年到18年，川普1到拜登的时候呢，就对中国展开单独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那甚至孟晚舟、华为的公主还被加拿大政府软禁1000多天。然后川普2上来之后，你看到川普对全世界185个国家进行全球的贸易战，然后呢就挑他的邻国加拿大、墨西哥，他的盟邦日本、韩国、欧盟进行这种打压式的、霸凌式的谈判，开放市场、投资美国，提高关税，关税从平均2.5提高到至少15%，对他的盟邦。那现在呢，对中国一度到145%，后来掉到30%到50%，因为他发现到跟中国无法脱钩断链，145%。如果没有中国商品进口到美国，美国的货架会空掉一半。然后呢，发现到中国大陆有稀土，使得美国的汽车在未来4个月就做不出车子来了，所以呢，就开始在下降。双方就进行了4次的谈判，每次就把3个月延后关税的实施的时间。现在终于到11月中，第4次的延后是11月中要终止。然后呢，预计10月底，他们希望能够在 APEC 韩国能够见面。似乎好像谈判有进展，似乎最后2大领导人会在 APEC 把这个事情争议解决，好像来到一个终点。但现在发觉不是这个样子，因为过程当中，美国还是不断的在施压，美国还是不断的在对中国大陆甚至做扩大的常备管辖，子公司在海外一定要还是要管辖，还是要制裁，所以中国大陆就回敬了，也就是说，我跟你谈半天，你还是不懂。现在不只是要解决分歧之间的管控，现在是希望你跟我相向而行，不要彼此对打，不要往内对打。所以呢，也变成什么？你如果在打我，那我只有回敬你。因此，他就用稀土来全面式的回敬。10月9号就是如此。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中国不吃你这一套了。结果你看到贝森特，川普就开始回去，就不断的在抱怨。我就看那个 CBS 的那个报道哈，美国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新闻网，那底下的留言，你难以想象。
最经典的一句话：霸凌别人的人被反击了，跑回家跟妈妈哭。因为底下的美国人都说：“哎，到底谁在霸凌谁啊？中国只是反击你而已啊！”所以各位，未来这个2个礼拜之后 ，APEC 见不一定是中美之间争议解决的终点，不见也不一定是他们之间问题恶化的起点。其实他们会持续的相互的在进行竞争对抗。那在这个框架之内，但是呢，越来越会扩大激烈。好，这个激烈恐怕也会影响全球每个人的状况因为每一个都跟美国还有中国都有很大的关联性。好，将军，这个美洲贸易战呢，要看谁的底气强，谁的底气能够久，强跟久来决定这个关键。那我们来看，那中国大陆啊，其实它已经在做调整。中国大陆对美的市场啊，以前出口20%，在去年2024已经降到14.6%。它大量出口到中东还有东南亚的市场，取代了现在对美国的市场，它主动就已经缩小，所以美国能够控制、能够发挥的影响力比往年都要降低了。第二个，中国大陆在不断的抛售美债，从1兆多，现在剩下的美债剩下7307亿美元，不断的抛售，我就不要你的，不买美债了。变成这样，不断的减持美债，造成美国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国大陆它也在出牌。第三个，中国大陆农业市场啊，它已经找到取代的方向，因为美国的大宗就是往中国大陆买，而且不买了，不只是大豆而已，包含玉米跟小麦都尽量不买美国的这个大豆、玉米、小麦。那这样美国的市场怎么办？美国最大的农业市场是中国大陆啊，所以美国也受影响。而且这些我们知道农产品呢都不经久放，那这样子会造成美国政府非常大的压力。那第四个呢？第四个就是稀土，因为美国依赖中国大陆稀土95%太多了。那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常被管辖，稀土的用途到哪里？稀土的去处到哪里？稀土的话限制在军工产业。那这样，尤其我们看到那个稀土的钴跟稀土的铵呐。那是一个做强力磁铁，另外一个做永久磁铁，不一样。你这一限制，没有替代品啊，那怎么办？所以现在美国也很伤脑筋呢。所以最重要，中国大陆是抓到了一些筹码，而且美国它的37兆美元的外债是它甩不掉的沉重包袱，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回旋空间越来越少，通膨又到达2.9%，通膨也太高，利率4.25%也太高，限制了投资。限制了大家的消费了，所以美国这方面的包袱太重，也是美国要打贸易战很吃重的复合因素之一。好，不过贸易战原本就是美国啊自己先挑起的，还包含是关税战嘛。有人说看像连续剧一样，我们就看月底这出戏能够演到什么程度。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带大家来关注美中的贸易，大家很关心，也看看他们的后续情况会到怎么样。但是是不是有些讯号呢？其实网络上的乡民大家都是柯南现在最近发现说，央视这边突然播出了美国队长。好，这是央视6台的电影频道，那俗称叫做6公主啦。好，排片经常隐含着政治含义那昨天晚上突然就发现他在排片的这个部分是美国队长。然后在美国队长播放之前那在这个下午时段就先播了这个《消失的爱》啊，《北京爱情故事》、7把枪，还有《冰雪大围捕》。好，一轮去查了一下那这几部片都是这个中国大陆自己的国片，都是他们自己的电影。好，那唯独就是在这个晚间的时候播出了美国队长，所以网友就像侦探一样在看这个美中是不是谈成了什么呢？竟然可以播到美国队长。然后有人说当晚也播了这个7把枪跟冰雪大围捕，所以其实寓意是7把枪大围捕美国队长好，那川普现在也对于这个美中之间他认为说已经陷入了一场贸易战。
那印度总理莫迪说已经承诺停止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好，这是川普自己讲的，后续还要看印度这边的回应。但是呢，川普现在希望以北京来治北京有一个策略，也就是他们的产业政策有大转向。我们先看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川普政府严拟要收紧对战略产业的控制，透过增加在关键企业的持股，要反制中国大陆的出口限制跟经济政策。那并透露说，目前已经锁定的是7个战略产业，尤其侧重在国防。好，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会用一些产品或是一些方式来进行限制跟反击，所以《纽约时报》认为这就是川普借着仿效北京来反制北京，也就是象征美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产业的政策时代。所以它政策大转向，也就是希望能够增加持股到7个产业。那过去是崇尚自由市场跟开放投资的美国，那现在一个新的产业时代政策跟过去的状况就是完全不一样了。好，那川普现在呢也是大刀一挥，要砍自家人，就是裁员。看到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第3周他大刀挥上至少是要裁员1万个人说希望在可行的范围之内大砍官僚的机构。白宫管理预算的局长是这样说的。但是联邦地区的法官伊尔斯顿呢就引用了川普跟白宫行政管理沃特的一连串声明他说认为表明了裁员的明确政治动机。例如说川普表示说要针对的就是民主党的机构，那确实嘛，就完全就是政治动机凌驾一切的部分嘛。那联邦地区的法官他就讲说在一个法治国家你是不能这样做的。我们这边有法律，但你提到的事情都不在法律的范围之内，也算是在呛川普啦。好，但川普根本就没在怕嘛。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也没在怕，就是赫格塞斯，他寄出了五角大厦采访新规是规定禁止记者在没有陪同的情况之下进入五角大厦的大部分区域，但只要他们向国防部人员询问，然后任何未经他批准公开的资讯，无论是否属机密，都不可以来报道。好，那就说了，他不然就可以撤销任何记者的采访权。好，一轮做过记者是不能这样子你完全把第4权这视之于无物吗？多家媒体都纷纷拒签这个文件。那这个文件要求各家媒体遵守或确认已经理解的这个五角大厦新规定。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不爽被采访限制，大批的国防记者交了证件就撤离五角大厦，也有打包的情况，也就是走人的情况也就曝光了。好，那这赫格塞斯也不知道是不是说错话因为他的座机窗户出现了裂痕，还紧急降落这个英国的机场。后来他说一切安好，感谢上帝，任务继续进行但是还是要想想自己做了什么好，中国大陆航空业呢也希望美国撤销禁飞俄国领空的命令因为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说美方对于中国大陆的航空公司的运营其实有施加限制，不利两国人员的来往，也损害自身的利益，所以提出了大量的反对。好，中方支持中国大陆企业维护自身合法的权益，但是现在这件事情其实呢，分析上面来看，有可能会波及到波音他们自己，因为中国大陆的市场对于飞机制造商，尤其是波音来说是有战略意义的。它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25%，所以波音公司也估计2044年全球需要的这个新飞机有43600架，其中21%都是要满足中国的需求。所以你禁飞了俄国的领空，这个对于中国大陆不能飞，它就不会买你波音嘛，所以恐怕也会对波音造成影响。好，多伦多机场也罕见出现意外像是波音737 MAX 的客机停泊，结果连撞了2个客机所以大家就说哇，这么情况可怕的部分，大家对于波音还是会有一些疑虑。所以现在还是波音占全球市场最多吗？也可能会有欧洲的空中巴士 A320现在说弯道超车波音了，737 MAX 已经被挤下宝座，可能会成为这个全球累积交付量最高、最畅销的民航客机。所以波音当然很紧张，尤其这个美国最大的航空公司的这个飞机公司
好，我们看到了美国队长突然可以播了，在央视6台，很多人说是不是讯号代表是美中谈判有望了呢？我们先问委员。我觉得央视6台所播的这3部电影啊，非常的有趣。美国队长当然是漫威的重要的作品，凸显出来美国的伟大。但是你别忘了，前面还有7把枪，另外还有冰雪大围捕。而你知道这一次在月底跟下个月初，在韩国的庆州，韩国是比较冷的，冰天雪地，所以基本上冰雪大围捕7把枪，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中国做好了谈判的准备，即使面对美国队长，仍然可以达到 Lucky 7的效果。所以呢，我认为这个安排可能有它的独具匠心的地方。好，但是川普还是他老招。川普的老招是什么？他每在重要的谈判前，他就会放假消息，他就会吹牛。打个比方，因为他对印度采取了强制的报复的关税措施，所以美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裂痕。印度的莫迪也是老狐狸，叫中国靠拢。而这时候，川普就放了一个消息，他说印度的总理莫迪已经同意不再买俄罗斯的石油了，可能吗？印度买俄罗斯的石油，然后做倒爷，去卖给欧洲的国家，你知道帮印度赚了多少钱吗？印度舍得吗？他舍得不买俄罗斯的石油吗？所以川普这个话摆明了就是在吹牛，就是讲大话，虚张声势。这是川普谈判前最喜欢搞的，叫纸老虎策略。然后他明明是为了解决美国内部的经济问题，可是他对外都说，哎呀，因为中国的经济遇到了困难很糟糕我美国要去帮助中国所以我不见得会扣他100%的报复性关税我可能会跟习近平之间达成美好的协议。这就是川普一贯的谈判的手法。但是这一套谈判的手法，现在中国的谈判队伍其实已经非常了解了。好，再者，我们来看看川普其实今天落入了一个中美博弈的困境。你也不能完全怪川普，因为川普在他第1任做美国总统2017年，他就已经料到可能与中国难免一战，所以当时就提出来要发展美国的战略产业，还挑了7个。而这7个里面，我举出其中的4个，你听听看，你就会有所感。第一个，他提到的是稀土的技术；第二个提到的是半导体的产业；第3个提到的是医药的核心原料产业。那还有一个，我这老了还有一个是什么？突然忘掉了还有一个是新能源，尤其着重于锂电池。他提出了4个，大家认为这4个战略产业到了川普2.0的时候有没有发展起来？没有以至于中国手里头掌握着很好的谈判筹码，使得这个谈判的过程里面，美国就处于下风。再加上美国本身的经济出了大问题，联邦政府关门，然后要大裁员，然后川普已经准备大裁员1万多人。那你想想看，美国失业率正在严重川普刚刚因为不满意劳动统计局所公布的那个资料，把统计局的局长给 fire 掉但是问题是你掩饰不了真相美国的失业问题严重了，通货膨胀的问题也严重了，现在已经出现了停滞性通货膨胀的一个征兆了。对，这个对美国来说真的是蛮大危机的。游明老师，现在中美之间其实已经进入到一个经济冷战，也就是彼此之间其实要去克服到对方对你的挑战，然后呢，去尽可能的占优势，甚至脱钩断链。
可是呢，双方其实又是相互的依赖，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发生了好多种不同的对抗，从关税战、科技战，现在到资源战，然后呢产业战，所以整个全面性的经济冷战其实已经开始。我看到《经济学人》就讲了，现在中美之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危险循环，而且甚至出现了一个恶化的螺旋，相互依赖，但是没有办法建立稳定的关系，彼此都想要占上风。讲历史的话，其实是美国啦，那种维持自己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放不下来。你看看川普组成的这些团队，他不只认为他比中国优越，他都认为他比他的同僚还要优越，所以不断的在向川普这个经上的表态称赞。然后呢，川普处理关税也许可以，处理安全又不行，处理他自己跟墨西哥或者是中南美洲的反移民问题也许可以，因为他可以用强力的。可是呢，你处理跟中国的这种经济冷战的对抗的议题我觉得他跟他的团队都能力不足。现在关税战不只是针对中国，而且全球。科技战，那这个是现在看到真正的竞争所在。现在在目前正在深圳举行的就是半导体的这个博览会，新凯来由华为出来的企业，深圳市政府投注的，已经在3月份提出31项不同的半导体设备跟装置。这2天又提出了 EDA 电脑、软体程式，还有呢一些就是封装的这些装置。那这个完全就是在科技战当中，美国对中国的半导体先进制程的打压，从技术到设备到软体。这2天，川普不是说才要去不卖软体给中国吗？那中国马上你看，我做出来了。当然，效能上也许还要一点时间，可是另外一方面，你看到资源战，那就是稀土，美国这边用食用油、用铝，产业战这个来了。他现在要整个在这个产业里面设定关键产业232条款，来去保护美国自己产业的结构。可是事实上，这些产业都跟全球的供应链、跟中国的供应链密切的结合，所以双方其实相互依赖，很难真正的玉石俱焚、完全断裂。可是呢，目前真的无法建立起良好稳定的互动关系，进入到一个所谓真正的危险循环。郝将军，美国禁止这用波音飞机来载客的这些国家的波音飞机不要去飞越，禁止飞越到俄罗斯的领空。那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一个是在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符时宜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在这个我们知道大圆航线啊，你越往北边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圈圈就越小。尤其你看我们看到这个麦克多投影的那个地图，一打开的时候，觉得俄罗斯好大因为那是麦克多投影的关系，你把它变成圆形而变小，所以大家都要飞大圆航线，大圆航线省油。那这个油料成本啊，是这个航空业啊非常大的一个成本的开销。你除了买飞机之外，就是人事成本跟油料成本。那就现在用油，你让它绕远路，它怎么样去将本求利啊？它要赚钱。所以你现在也要禁止波音公司不能飞越俄罗斯，那大家不买波音了。那对波音来看，雪上加霜。所以这很简单的。然后现在呢，波音现在市场已经不是那么好了，因为波音737 MAX 经常出包，轮胎掉下来，然后它的那个我们的紧急逃生门飞掉了，都那么多状况。你现在那么多的这个飞安事件，你还限制波音公司的飞机不能飞越这个俄罗斯的领空，你将来谁会去？那这样的话，它整个市场会做萎缩而且我们知道，很多人他会有转单效应，转到法国的空中巴士。法国的空中巴士本来就有优势，因为同一型飞机载客比例是相当的。法国的空中巴士的价格比美国波音公司价格要低10%到15%。那我当然买法国空中便宜啊。干嘛要买波音公司？大家很多人买波音公司是考量到要跟美国的贸易的平衡，不要享受对美国那么多的贸易顺差，所以他们不得已去买波音公司，是为了这个样子。结果你现在波音公司做那么多限制，飞安的记录也不是那么好，然后那我就干脆很多人
这尤其是民间的这个大企业转单了，去买空中巴士就好了。那这样的话，美国的波音公司还有多少市场，会造成一种这个波音公司市场的萎缩，而且一萎缩之后，后续的维修、补给、保修的这些零附件，还有系统件这些组件呢，人家也买空中巴士去了。那这样的话，对长远来看，对美国的波音公司的市场会造成非常重大的影响。好，很多话就说嘛，回不去了。其实波音公司如果真的要让市场萎缩，也真的会回不去了。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看到川普自己家、自己美国都管不好了，他现在对于委内瑞拉也在施压当中，甚至直指的恐怕就是他们的总统。好，看到了美军有3架这个 B-52的轰炸机呼叫兔子飞往了美国的外海大秀肌肉。好，那有先2架的同温层堡垒的战略轰炸机15号在加勒比海的上空活动，他们先是在委内瑞拉的北方盘旋，然后随后转向了南部朝首都的加拉加斯来飞行，然后反复的绕行，引发外界对于区域军事升级的忧心啊。后来又有第3架的 B-52H 从西面进入到加勒比海的上空。好，川普呢已经证实了 CIA 有在委内瑞拉进行这个秘密行动，而且考虑的是要地面作战。好，美联社就问到啊，说为何授权 CIA 在委内瑞拉采取行动？那川普是证实了，那他说啊，授权基于2项原因，一个就是他们将监狱里的罪犯送进了美国，第二个就是大量的毒品从委内瑞拉流入，其中许多是经由海路。好，那川普扬言要对美国的贩毒集团发动陆上攻击，现在马杜洛也批评说这是中情局在策划政变，所以现在施压的力道越来越猛烈。那美国这边跟澳洲也签协议说要生产的是这个导引多管火箭跟精确打击飞弹，好，最快在今年底就会在澳洲这边生产一些弹药。那华尔街日报说，这个报道中国的飞弹能力已经快速提升，五角大厦全力的强化关岛基地，那用意就在要嚇阻对台动武跟因应台海的冲突。那美军这里呢也确实发现说中国是潜在太平洋冲突的对手，所以也在推基地要有微型核反应炉说足以可以供应一个小镇的用电。那陆军官员就说，因为可能会跟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爆发战争，或是在北极地区出现冲突，所以他们为此在做好准备。那韩华集团则是有5家的美国子公司，因为才遭中国大陆制裁。美媒报道引述了韩华一名代表说，韩华有意向菲律宾正在出售一款反舰弹道飞弹。好，美国专家就说，其实韩华的这项提议就是表示韩国愿意支持地区的盟友来对抗中国的海上扩张，但是区域的风险也因为这样可能会升级。那川普是不是又出球呢？他现在有人说川普爷爷常常事情很多累了他说美军已经订购了28架 B-2，就网络上大家就说不是 B-2幽灵轰炸机啦，是 B-21吧这个 B-2跟 B-21虽然差了一个数字，但是不赶快因为 B-2是已经准备退役的。好，那解放军则是登陆驳船这个航行的画面也首度的曝光。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其实这个呢是解放军登陆驳船水桥航行的画面你可以看到这个蛮厉害的，很像一头庞大的巨兽在平静水域当中缓慢的航行。那船只的2端可以伸缩桥体，呈现一个收起的状态。英国媒体形容说，这是航向第3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感觉也就代表这武器相当厉害。好，那当然央视也说中国大陆的这个原子弹爆炸成功，10月16号这一天是61周年中国当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28岁的女飞行员张莲芳2度冲向了这个蘑菇云进行空中采样，以获得分析爆炸效果的第一手资料。但是1961年甘乃迪怎么说的呢？我们带大家看一下。There are indications because of new inventions that 10, 15 or 20 nations
will have a nuclear capacity, including Red China, by the end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in 1964. Of all America, we will climb this wall, face the end with speed. 好，1961年，甘乃迪说绝对不会造出原子弹，说中国，但是1964年，中国大陆就有第一颗的原子弹。好，首先我们问邱毅委员，川普把国防部改成战争部以后啊，可能的第一场的战火，就是发生在加勒比海，而且剑指委内瑞拉。美国其实原来长期以来对委内瑞拉就很多意见，为什么呢？因为查韦斯基本上就是反美的，而美国一直没有办法有效的压制查韦斯，因为查韦斯的时代，他把委内瑞拉治理得很好，他的社会福利也很高。可是到了他的继承者马杜罗以后，马杜罗现在如果谈到了川普，那一定是咬牙切齿，因为这不是川普第一次搞他，这是川普第二次搞他。第一次是2019年，那时候川普第一次在白宫担任总统，他就搞了一个瓜伊多出来，所以那时候的委内瑞拉出现了2个总统的政变，好不容易解决了。好，那现在川普2进宫以后又有意见了，他又说，你这个马杜罗把这个毒贩送到了美国境内，第二个把毒品也放到美国境内。他用这个做理由，但是没有提出任何有效的积极的证据，也没有经过联合国的同意，他就开始想要对委内瑞拉动武了。那委内瑞拉怀璧其罪啊，他基本上石油存量世界第一，再加上从刚才我讲过了，从查韦斯以来一路产生的这一种跟美国之间的矛盾。所以当然就成为了川普第一个要扬军立威的对象嘛。所以这一场战火很可能真的会在加勒比海会爆发。好，那么第二个就谈到刚才讲到的韩国最大的造船集团，原来叫大宇，现在改名叫韩华。韩华在美国的5个子公司，现在基本上已经被中国大陆加以制裁。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得到的消息是，港口费美国川普不是加征港口费吗？用这个来对付中国大陆吗？结果呢，得到的消息是这个点子，这个馊点子，这个坏点子谁出的？就是韩华集团。而韩华集团现在抱着川普的大腿，要使美国的造船产业再次伟大。所以呢，基本上中韩之间的关系，我认为韩国人要诚意一点啦。韩国人不诚意，每次都搞两面手法，你说中韩关系怎么会好？好，接着问将军。美国出动3架 B-52同温层战略轰炸机 B-52去委内瑞拉，我认为他这个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低，原则上是示威，他示威就用 B-52，因为示威的这种价值是属于一般来讲还不动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今年的6月22号，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午夜重锤计划，派了7架的 B-2幽灵轰炸机去轰炸伊朗的核设施。为什么派 B-2？ 为什么不派 B-52？B-52的载弹量比 B-2还大，为什么不用？因为 B-52已经，它虽然同温层的，但是它的逆中还有它的最大的飞行速度太慢了，很容易被地对空飞弹击落，所以它只有示威的价值。真正在战场上，它的风险已经慢慢随着防空武器的推陈出新，它的这种威胁变多了。那这样子的话，所以 B-52能够派到这个通过加勒比海到委内瑞拉去，我认为大概就示威。真正要动武的时候，如果美国派了 B-2，那就不一样了，这可能真的要动武那派 B-52，我认为委内瑞拉看一看就好，加强地面的准备。派什么飞机？是看什么飞机有它的一个意义。那至于美国现在做这个，它的现在 B-2总共多少架呢？它一共只剩下19架，因为摔掉1架，它本来做20架。那现在要做的是要做28架的美国要做 B-20架的 B-21，那 B-21非常的贵，通膨不算进去，每一架要7亿美元。你如果往后面做的话，你通膨还会再增加，追加预算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 B-21来看的话，
这个对美国来讲也是个沉重的包袱。那它这个数量毕竟有限，以前做50-60架，现在比尔只做28架。目前的计划是那么多了，我认为它有做一个限制。好，接着问尤明老师，你看美国凭什么去打委内瑞拉？你就是因为不喜欢他，还是他就跟你唱反调？你凭什么去打委内瑞拉？你在他的外海集结这么大的军队，甚至连战略轰炸机都出现，然后人家小船出来你就把它给炸掉，用 F-35，这种霸凌式的，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朝鲜、北韩的金正恩就觉得好家在我有核子武器，然后呢，伊朗就觉得我核子设施被打了，所以这个时候啊，大国除了要去面对美国的霸凌之外，要怎么样自保？你就看到在中国大陆的93阅兵，他就展现他的核武核主能力。现在全世界有9个核武国家，美国有5000颗核子弹头，俄罗斯有5500颗，排名第3是中国，美国说有600颗，到了2030有1000颗。那在93的时候呢，它有那个东风61、东风5C，这是从地面发射，它有巨量3型从核子动力潜舰发射，它有惊雷1号从轰6这个整个战略轰炸机发射，所以这种核武核主已经形成一个态势。这是个什么逻辑？核武大国彼此不会发生战争，你看看俄乌战争就很清楚啦。所以大家在这边讲，台海如果发生战争，美军会来援跟解放军开战，保卫台湾。在核子核主逻辑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更不要说在地缘地理上的这种遥远。所以大家要认清楚这个问题。因此，你现在看到它在这个区域就增加反舰飞弹啊、中岛飞弹啊，从日本到菲律宾，那甚至未来有没有可能在台湾？那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这些区域的第一岛链的国家就做它的代理人，当冲突发生的时候呢，就可以做所谓的自保。但怎么自保？然后呢，你只不过是增加对解放军的这个创伤，可是你面临到的是可能更严重的毁灭性的攻击。所以不要发生战争，两岸要和平，这最重要的。你军武买那么高干什么？然后呢，9450亿占我们的预算的1/3，你又能真的给我们自保吗？美国会来帮助台湾去打解放军吗？不要再这样子做梦想。怎么样，两岸的问题要政治的解决，两岸的和平要由我们自己台湾人来去掌握，来去推动，在两岸之间寻求交流合作、经济共同的开发。当然，跟全世界、跟美国也相互的合作。这为什么做不到？你为什么一定要所有的鸡蛋都放了一个篮子，把你自己都放到篮子里面去了？这样子的情况，你觉得是台湾的福气吗？所以，我觉得其实在面对中美的这种对抗的时候啊，台湾人要更加的审慎，要更加的有智慧来面对整个就是中美对抗这种恶性循环之下对于台湾的这种挑战。我觉得其实大家一定要认清楚现在的这种中美竞争的这种越来越严重的恶势。台积电最近又说它会审慎的检视它的产能，因为面临到地缘政治的这个冲突啊越来越激烈。你看台积电都有这个理解哦，